好，台北市教育局发文给北女，说有民众检举这个欧桂芝呢老师呢，说呢被央视访问言行不当所以呢这个北女就约谈这个欧桂芝那我就不解了，照理讲，台北市教育局还属于台北市政府啊，还不是属于什么民进党政府啊？但是呢，也有人讲，是不是教育部下令要你去查，也不得不查到底内情怎么我们不知道了哈。那欧桂芝就说：“我担心这个母亲变成敌对势力，难道我们要重回戒严吗？要重回戒严吗？”他说要像戒严一样，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隔绝40年以上吗？需要这样子吗？那另外呢，这个欧桂芝说呢，那你们都说我不能够批评赖清德，我可不可以统战对岸呢？你们怕统战，他统战我们不能统战他吗？他说台湾属于中华民国，大陆也是属于中华民国，按照我们宪法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呢，这个我行得正，我也不怕你们追杀我。我这工作上我很尽忠职守，所以我也不担心。他说呢，这个说我是统战言论，那可不可以说我统战对岸呢？为什么一定是对岸统战我们呢？台北市教育局说呢，他们是尊重言论自由的只是呢了解一下，既然有人检举，就了解一下那另外呢，国民党就说了，说民进党不只是戒严，还是警种这两个字是绑在一起的啦。戒严的时候才有警种嘛是不是警种时候来了去这个用言论就可以入人于罪那基层教师现在也都不太敢谈两岸，担心呢惹火上身，所以现在的确已经有寒蝉效应，校园里面呢都有寒蝉效应了更可怕呢，现在的法务部说在研拟立法管制言论还有一些学者来呼应他们帮他们呢擦脂抹粉我觉得有些学者真的是有一些学者是像陈伯伯你们75个学者，他们是很有骨气的也不怕你政府，也不要你政府什么资源。那有些学者呢在那边擦脂抹粉甚至呢还跟政府呢希望能够拿到资源，拿到位置。很多学者是不敢得罪政府的，为什么？很多不只是什么国科会，很多部会都有补助给这些学者给这些学校，所以一般人不愿意惹祸上身免得资源也没有了。因为现在大学教授不是要教书教书不重要拿研究计划比较重要那国民党说，民进党从反权威变成权威，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一定是这样的不只是台湾，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我这个在野的时候呢，我革命的时候呢，哇，讲尽这个美丽的这个标语，一旦执政以后呢，比原来执政党更糟。为什么？他知道什么状况可以把你政权夺回来，所以我就要防止这个政权，防止大陆一样共产党当时斗争国民党不是什么反集权要民主反饥饿，他拿到政权以后怎样他真的有给民主吗？真的有这个百花齐鸣呢百家齐鸣百花齐放也没有嘛更反对什么公运学运怕死的，因为我就是靠公运学运把你国民党赶走了，现在怎么可以有公运学运呢？都一样民进党也是争取100%的言论自由。什么叫100%言论自由？什么叫100%？就是没有例外，绝对这个思想无罪那么言论无罪，不是这样子吗？那时候修改刑法100条所以台独我讲没有问题我想也没有问题我只是没有着手实施去判断国家就可以了那他今天不管讲什么，他都是言论而已嘛，都是思想，还有着手实施吗？你说讲就是叫实施吗？讲跟实施的差很远差非常远所以呢，陈培哲等70个学者就说这叫戒严思想降临了，而且他们还讲说呢，他们找很多，他们这几天之内10天之内就签到75个，很不容易他们很多学者跟他们讲说，我们是支持你们，但我们不敢签第一个可能会被那个网络去延上围剿第二方面我们得罪当道对我们什么好处呢？算了，我们不签，但是我们是支持你们的那另外呢，这个75个学者的声明，昨天我们讲嘛中央社发表的，居然他们讲说戒严时代，中央社出来的稿居然把戒严哪个字拿掉，时代怎样？我就奇怪，怎么时代？什么时代呢？辉煌时代、黑暗时代、光明时代、戒严时代他把戒严两个字拿掉，所以你这搞什么鬼国家的通讯社，你可以这样子干吗？所以呢，这个包括文化部长说不应该应该是疏什么疏忽？鬼打架你讲什么话？他会疏忽
苏为什么不把时代拿掉，留下戒严？为什么把戒严拿掉，留下时代？哦，根本不是苏，就故意的。为什么也可怜？他们怕得罪你们嘛？他们先自我审查了嘛？哦，就像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那个中央绝对不能写成中共，很多报纸的牌子小心啊，小心啊，哎，他那小心就出错了。你中央写成中共，你看看你受什么处分？哦，那才是真的不小心。但是什么是不小心？故意的，我就罚你。那时候就这样子嘛。哦，那其实我给学者批评说，民进党政府是民粹，总统府直球对决说言论自由有红线。当时你争取100%言论自由的时候有没有红线？郑南榕主张台独，言论自由的时候有没有红线？有红线吗？红线在哪里？看一下。对岸的官媒的约访，我们才会接受。我觉得如果是谈文化教育部分，我不会拒绝。若对岸官媒再度邀约，同样不会拒绝。北女老师欧桂芝之所以又重申一次，全因自己接受央视这段访问遭网友放大检视。他把同胞当作是境外敌对势力，那但是对我们这些我们在大陆还有亲人的人来讲，他为什么这么狠心？他要切断我们母女吗？赖清德要不要去面对他的祖先？我真的想问，那良心何在？在专访片段中谈到亲人一度情绪激动，相隔多日之后，欧桂芝还原对方提问脉络。最后一题，他们问我说对赖总统的这个说法感受如何？我其实就是一个小老百姓的心声。我立刻想到的是我妈妈变成境外敌对势力。我直接想到的其实就是小时候经历那个戒严的经验。现在的氛围，我想说，难道又要重回到那个时代吗？我心里其实是真的忐忑不安的。但同样一段专访里头，欧桂芝也因为喊出大陆同胞，在社群上被网友大开地图炮。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一点事情是毋庸置疑的。台湾是属于中华民国，大陆也是属于中华民国，起码我们宪法是这样。我觉得网军塑造的一个舆论，让每个人对自己的言论自由都有所自我限缩。感叹言论自由受限，但对他来说，似乎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是统战言论，我统战对岸，这样可不可以？那佳宇。今天欧桂芝老师，他是因为民众检举说他在北一女上课的课堂上有讲说台湾是中国的，然后在央视也有这样子的言论。那有民众认为说这样有没有影响到教育中立，所以因此这个台北市教育局才去约谈，跟什么批评赖清德是完全无关的。那当然，欧桂芝老师他有他自己的立场或是想法，我想多数的台湾民众都认为说这个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刚刚所讲的说仇恨式的言论，或者是煽动说武统类似这样一个暴力或者是侵略性的言论，绝对不是台湾民众所能够接受或是认同的。这两者还是有界限的差别。所以今天欧桂芝老师，当然我想多数的民众也会认为说，北一女的老师在教育上有他的专业，但是不要把政治或是其他的认同的部分去影响到教育的工作，这个界限我想也很明确。所以今天台北市教育局并没有针对欧老师有任何的惩处或是有任何的结论。我想这个事情大概也是到此。但是我觉得民众，台湾身为民主国家，都能够认为说，现在的台湾还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只是从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在中共他可能可以利用我们的自由，或者利用我们的言论来去用民主来伤害民主，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也是现在大家所认为说必须要去有一个界限出来的原因。裴俊。这就是现在最可怕的事哦，因为民进党嘴巴上说最讨厌共产党，可是学共产党学的最像的，恰恰就是民进党。不管是批斗或者是类文革的气氛，已经就是民进党最拿手的项目。刚刚佳宇讲说，这个欧老师是因为课堂上被学生检举，北一女已经校方证实没有这一件事情哦，所以这个。是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现在还死无对证了，因为中央看起来是不会告诉你实话。这个案子的缘起是国教署跟教育局讲说，有学生检举欧老师在课堂上有过分政治的发言，不喜欢他的这个政治立场，所以才去调查。那这个中央就请教育局去跟北一女校方了解。那北一女校方去了解之后，查不到有学生去检举这件事情。换句话说，没有查到他在课堂上发表相关言论的这个证据。
所以这件事情教育局今天已经说了，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动作。那这下恐怖的事情是你没有做的事情，你要去证明你没有做，而不是检举你的人去证明你有做，然后你才被调查。相反的，没有做任何事情的人，我得先去自证我无罪。这不就是这个共产党在搞的那一套斗争吗？那民进党一口一个讨厌共产党，结果现在在中华民国里面最像共产党的就是民进党。欧老师在央视上面的这个言论，我觉得要分2个层次来厘清哦。他在央视上面发表言论，到底是批评赖清德，还是说支持中共？后者看起来是他没有谈这一方面，但前者可不可以谈？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有规定，我们不可以批评元首吗？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本来就包括批评执政者的自由。当然，这个侧翼可能会说啊，你不可以在外人，尤其是跟我们这个不友好，现在讲敌对境外势力的面前讲这些。可是这个标准是情感上的标准，法律上并没有这个规定，也没有踩到红线的问题。所以，当然欧老师的言论也许会让一些这个侧翼啦，或者让一些民进党的朋友不爽，但是他有没有违法？他没有。中华民国还讲不讲究法？讲啊，那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把它推往那一路去？你看这75个学者出来对赖政府压迫言论自由的声明，很快他就已经被铺天盖地侵略侧翼压在地上打。那打的路线大概就分2种啊，一个就说，你知道你现在骂赖清德，那你当年你有挺香港吗？那你有挺乌克兰吗？言下之意是说，这75个学者他要把它抹成，你一看到恶势力你就害怕，你骂的对象你是挑着骂，这是骂他们这挑软柿子打。另外一种人就再去把他们做身家调查，一个一个调出来，你们有哪些是这个有蓝营背景，或者是过去有可能有亲共的说法，那这些你就是根本没资格来批评赖清德。这2种路线，不管哪一种，都是诛心之论哦。你不去谈他的声明、批评的内容或者顾虑的内容是否真实，是不是有道理，而是面对不了这个问题，我就把提出问题的人通通解决掉的另外一种变形而已。所以你说还有没有言论自由？当你被限制不能讲什么的时候，那恰恰就是没有言论自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啊。他策略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反正先要斗垮，先斗臭嘛，把你们这些人都一个个拿来批斗，然后要吓别人，所以你们以后不要加入他们，你们要加入我，照样把你挖出来，把你祖宗报道都挖出来，然后批斗你，然后抹红抹黑这个，然后呢抹烂你啊，抹臭你啊，先把你斗垮，然后呢先把你斗臭，然后再斗垮，休息再回来。好，民进党现在不演了哈，那公开呢要求他的这个所谓公职人员、议员啊、立委等等的，特别议员要以他当时得票的30%变成责任额啊。比如说我是3万票当选的，那你就要至少联署第2阶段国联署1万张出来，1万票出来哈。那但是呢，昨天罢免团体就是他们所谓的民间团体跟民进党中央开会呢，罢免团体就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柯建铭也不爽，这是像脚趾头一样，有什么用啊？什么30%无限责任，怎么可以是30%呢？30%就完了你的这个责任额了，不可以的哦。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党中的30%太少了哦。那另外呢，这个比如以台中来讲啊，他们好几个委员3个嘛被罢免，所以呢，党中央就说要议员给你责任额啊，譬如说这个林奇峰啊，就要拿出5120张2阶的联署，何文海就4600啊，然后呢，这个陈淑华就要交出5482哦，类似廖伟翔的选区啊，基本上不同的选区，那这个反正不同的选区有不同的这个责任额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柯建铭说，像脚趾头般什么额度啊，这额度太少了哦。那林有常人说呢，有人故意见缝插针。说我们没有那个30%责任额，民进党秘书长是否认的哈。那另外呢，这个罢蓝团体他们有冲刺2阶呢，现在是双北最热，桃园呢有些地方热，有些地方好像很冷啊。那所以呢，到底说不是陆战，不是空战，是陆战？本来学就空战嘛，要打空战啊，什么网军啊、宣传啊，他们现在说陆战
才重要哦。所以现在呢，蓝营的这个委员的一个个去拜访里长啊，做很多基层的工作，都开始重视什么水沟啊、路灯啊什么，觉得那个比较重要啊，那个比较实际哈。其实那是议员的工作，现在立委都下去做了哈。那双北当然台北、新北，你们新北也很热哈，台北也很热哈。那林右昌说，4月底以前要办300场宣讲活动，办300场，哦，原来是去讲那个什么总预算啊，现在什么总预算，就是为了大罢免啊，在暖身啊，而且说呢，县市长初选哦，这个由大罢免呢，这个接着就是县市长初选，然后明年初就要完成提名。哦，因为2026年就选举了嘛，哈，那所以呢，这个现在呢，这个蓝营的这个宣讲在台中讲的是说呢，因为你很难讲啊，你没有罢免别人，只有别人罢免你啊。当别人罢免的时候，你只能说要出来投反对票啊，通常我们都投赞成票，你要投出来投反对票，所以他们现在讲个口号说，投不同意罢免就是罢免赖清德，因为赖清德现在高高在上，因为宪法规定啊，哦，所以要罢免总统呢，要立法院先通过。哦，2/3通过才能去这个公投，2/3在立法院现在怎么可能？不可能嘛，没有不够了哈。另外呢，这个花莲现在说寒蝉效应，因为上次傅昆萁责任被收，民政局长也被收，还要被声押啊。法院是说不需要声押，这个交保50万就好。他们这个一堆新人说呢，这个3个承办有2个是新到的，那上面说要去查，他们就去查，而且按照这个选办法，你是要查清楚这些人在不在啊？对不对？那查有很多方法，发函是一种方法，打电话这种方法，他们是亲自去看。那别人说你这造成寒蝉效应，你自己去看就给我很大压力。你知道我在哪里啊？等等，你本来的登记上在哪里都有啊，也不是没有。所以也可以说他也许太热心，但这违法吗？需要把它压起来吗？需要这个要罚这个50万交保吗？都蛮奇怪的。我们看一下。近20位志工天天在服务处待命，帮忙罢免团队一张一张折 DM。北市议员颜若峰驻罢团真的很拼，只是传出民进党等中央下令各议员要有 KPI， 收当初得票数30%量的2阶联署书，让部分议员倍感压力。目前我们是没有接收到这样的指令，3000、4000，其实每个议员来讲，其实我觉得以现在目前选民的热度跟愤怒的程度来签联署书的一个状况，其实都可以达到。我们自己助理骑摩托车去送去，然后再帮他收回来。北市议会党团26号也特别开会讨论制定罢免全台收件策略，但有议员私下透露，有口头收到 KPI 指令，只是为在偏蓝选区要帮忙收联署书，真的不容易。认为绿营介入动作太大，恐让罢免失焦。党中央没有发任何的书面或者是公文。那针对罢免联署额度做这样的一个指示，县市党部各因地制宜，针对他们各选区的状况，会制定不同的标准。只是民进党要全党动起来，恐怕也跟24号党高层跟35罢团开会，双方对2阶段不乐观有关。因为现在罢团联署进度告急，像是台中、桃园罢团都发文，2阶段有将近80%目标都还没收到。因为它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冷却期，那到2阶段开始，所以其实这整个热潮就有点下降。那现在就是要透过各种方式把它拉抬起来，所以中南部的部分当然是现在是看起来是有一点点比较冷一些。从2阶联署罢团各出奇招，罢免王宏文团队推出周3精油按摩日，更有大型广告车宣传。其他北市罢团也跟咖啡厅、书店合作。台中周末将开启跨区大游行，双北罢蓝委团队更是集结立法院控诉2阶联署冲突不断。这里没有妨碍选举，我在这里不能够讲，小声一点。你可以不可以小声？如今2阶段联署倒数，罢团拼拉高，被罢免方仇恨值更是间赛跑。你们2位都是这个被罢免的对象，这样原之现在你的状况，你到底怎样？现在我们那边当然就很热啊，因为资源多，所以他们就是什么塞信箱啊，去市场发面子啊，举牌啊，然后10几个联署站，非常热。钱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他们钱哪里来，他们还要罢免总部还有租金的费用，所以资源非常多啦。那当然这个罢团，你说热不热？当然跟资源非常有关。像桃园为什么不热？因为桃园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牧师在罢6个立委，然后那你一个人罢6个，当然你的资源就没有那么多。但我觉得这个就凸显一个荒谬，就理论上来讲，罢免应该是你那一区的人觉得你做不好要去罢免你，结果桃园可以一个牧师罢6个立委，那请问那个牧师到底是哪一区的？你是杨梅区还是中立区还是桃园区？你怎么会罢到别区去了？这个就是罢免的滥用嘛。然后第二个滥用是，现在民进党不演的。民进党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他一直很强调说，这罢免跟民进党无关，都是公民团体，
那如果是国民团体的话，那为什么现在已经全面协助，而且直接要求议员要有额度？议员的额度哪来的？就是投给议员的那些人嘛，可能是议员他们平常服务的名单啊，或者是他的庄脚调阿咖。那这一些民进党的庄脚，他本来就不可能是支持我们的嘛，啊，结果要让那些人来联署来罢免我们，所以这个罢免真的就被滥用，变成选输的人，他要透过罢免再得到一次翻盘的机会。那罢免是这样吗？但是民进党现在是完全不重视社会观感。像我们现在立法院，我就觉得民进党立委真的好荒谬。我们在院会开会的时候，他们还戴那个帽子，写大罢免大成功，然后每一次只要一发言，最后的口号都是大罢免大成功，然后在委员会也大罢免大成功，好像现在立法院除了民进党除了推罢免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做了，就是在搞罢免。但是你们是别区的立委，对不对？你高雄的立委、台南立委，你跑来要罢免板桥的立委，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是莫名其妙。那所以刚刚那个台中你们喊一个什么罢免投不同意票就是罢免赖清德，我是觉得也可以喊一个口号啦，就是投不同意票就是不让柯建铭当院长，因为柯建铭真的太想当院长了。好，那如果罢免成功，大家不出来投不同意票的话，他们就要罢免韩国瑜，然后接下来就是柯建铭要当院长，这个是好恐怖的事情。大家可以看柯建铭最近在立法院的表现，然后拿着拐杖乱挥，然后一不如意就乱敲。这种人当院长哦，简直太恐怖了！大家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票，那可以抄记事锤了。来，怎么看台中？当然，台中有3个被罢，对不对？台中目前比较热，但就是我们年轻新的3个了。那当然就是觉得说，第一个当然哦，你们3个都是新人，对，都是新人，刚好都是新人。那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刚好也是利用这个机会，民进党真的跳出来了。那因为前半年有点就扭扭捏捏的，一直在讲说这个是民团的行为。但是至少我觉得现在很明确的，包含说柯建铭也好，民进党也好，甚至是每一个个别，我刚刚议员是讲的没错，就现在在质询也好，或者在发言也好，他的最后的结论都会把它导向这所谓要大罢免等等。那变成说，就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其实罢免是会怎么样？罢免这种大罢免的行径，就会导致基本上是今年至少上半年度整个国家的运作会出现很大的影响。因为讲真的，不管是你要罢免对方的，还是要被罢免的人，都一样，大家会把重心放在选举上面，那就不会有人专心理性的讨论国政，因为罢免是个仇恨动员，那这仇恨过程里面，它会制造很多假消息或谣言去做相关的攻击，比如说涉及新闻好，比如我自己就好，这2天我是小朋友刚生嘛，去办那个育婴津贴，哇！去办育婴津贴是其实讲白，那个是一方是要宣传提醒大家，因为育婴津贴是你有生，你要去申请才会有。所以我们发文是说，希望大家记得提醒大家，因为我们选区里面有非常多新手爸妈要去申请。那民党就会看讲说，你看黄将以前删了什么经费，所以他现在怎么可以去领这个育婴津贴？我说第一个，那个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经费，他会把不同的经费混在一起讲，所以他会用很多的谣言去影响成国家运作。那包含说很多选区的民众看到这个消息，他反而还来问我说，请问一下今年育婴津贴有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准备要去领，我就说跟他讲，保证他没有。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很多校学会混乱，所以让大家做事情来讲，说变成整个国家非常的糟糕了。那回到这个大罢免的事情也是一样，其实选区立委就像赵伟刚刚讲，其实选区立委本来就很多时候事情是在所谓的陆战，好，不管地方会刊各项建设，因为地方建设有很多的经费来自于交通部、来自于国土署、来自于国教署，所以本来就是地方建设，我也是需要去跟中央去争取经费。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比如去会开一个跑道，或是会开一个道路，会开一个什么样大型建设，罢团或者是其他人就会见缝插针。你看他是怕被罢免，所以要去积极做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因为这是你本来就会做，任何区域立委你就要做这件事情，但他就会把自己混淆掉，让整个事情运作起来不顺畅。那最后再讲一下像那花莲那个民政处的事情，我也觉得很荒谬啦，因为当然我看新闻看到说好像是因为疑似他是有涉嫌所谓伪造文书还是怎么样，即便他真的伪造文书，好，那即便他真的伪造文书，那这样的行径有办法去做到收押？我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觉得他是故意去制造一种寒蝉效应，因为其实我们常讲嘛，这地方公务员他本来就有查证的义务。那花莲的案子是说，他们可能在查证的过程手法，当然他的手段跟中选会认知不一样。那顶多就是行政命令上，你跟他讲说你不能这样做或怎么做就好了。那你就动用司法去办，我觉得是让基层公务员在面对，尤其是在2阶联署这个阶段来讲，他会不敢做事情，他会不敢去查证。但是我觉得公务员本身是有追求真相的义务的。那现在他如果不能去追求真相的话，我想这个罢免就会变成现在这种状况，没有真实的情况，变成抄名单或者是各项的方式去做后续的工作。他查台南要押台南那个次党部副主委，是说可能有伪造文书，就是死人也去登记了啊。但问题是死人登记只有他吗？
而且就算是死人登记了，也有别的，就算活人去登记，如果不对也不行啊，那是跟死人一样啊，哦，只是死人比较耸动了啊。那伪造文书有哪几个伪造文书被搜索、被声押的？哪一个？你举几个例子给我听，因为伪造文书被押起来的，好像我至少没有听过啊。哦，我们以前也曾经知道有人被告啦，什么伪造啦、侵占也都没有押。哦，这真的是这样子啊。哦，那另外呢，疑然是说，第一个有没有泄露个资？第二个是不是让当事人觉得害怕，所以你来查我，知道我在哪里？第二个查证就去查，本来就是地方选委会该做的事情，是第一个。哦，你除非说去查人不是选委会的人，那你怎么会有资料？那个个资泄露了，或者我把个资泄露在外面，让外面人知道。如果没有这个事情，他能有什么泄露个资呢？至于我该不该派人去查，我讲过，你也没有讲过一定可以怎么样，或一定不可以，你要查嘛。以前是说发函去，哦，当时基隆市我们去发函去，他如果没有回，这个就是假的。你说回一个，中选会说不行，他不回就是真的。这，反正那好嘛，你中选会说了算嘛，地方选会不会跟你吵嘛，反正就听你中央的，听你的意见了等等啊，这不都很奇怪吗？尤其司法，我再强调一次，我最讨厌、最痛恨的司法介入政治。国民党以前有些时候司法介入政治，我也反对啊，也不喜欢了。那你现在民进党，你更不应该这样嘛，对不对？你也这个受过这样的苦啊，那你怎么用司法来介入呢？有没有效？当然有效啊，制造寒蝉效应啊，很多就不敢了。就像你那时候约那些里长去，很多里长都不敢动了，真的是不敢动啊。选举时我在宣传上有些里长出来欢迎的呢，他们就说某某里长今天不敢出来，因为他昨天被约谈了，所以到大陆去，这就是寒蝉效应，怎么不是呢？休息再回来。王世坚显然对柯建铭很不满，他说老是甲级动员，一旦甲级动员就不能活动了哦。那民进党一甲级动员，国民党就跟着甲级动员，大家都甲级动员哦。我们有常常提到，本来已经发了立委了，突然甲级动员就不能来了，临时就跟你说对不起啊，我们甲级动员就不能来了，因为通通不能跑啊，都给我待在立法院了。所以王世坚说，我们是幼稚园吗？怎么老是给我们甲级动员呢？哦。那柯建铭说：“你们不是幼稚园，党团，你们是党团有纪律，哦，叫你们来你们就来，哦。”那王世坚就说：“那是不是要像幼稚园检查指甲、手帕呢？指甲干不干净？把手伸出来，有没有戴手帕？幼稚园不都现在还检查不？这个不，我不知道。王世坚读幼稚园时，他要常常检查这个。那柯建铭就很生气，说呢：你们光讲，你们都跑光光，怎么打仗啊？要在这里才有战力啊！人已经少了。”已经票不够了，席次不够，还不来，还跑回家，跑回选区，所以呢，就是要假动哦，人都集中在这里，才能去打架，才能去这个打仗哦。赖清德他们反正就是说，王世坚老师在中常会，因为在党团抱怨什么用？柯建铭最大，所以在中常会讲，赖清德中常会不要讨论这些事情了，哦，讨论这些你们立法院的事，不要，你们自己去解决，哦。然后呢，民进党立委邱志伟。也说呢，哎呀，这个柯建铭要带一个党团也不简单啊。我们也知道你压力很大，所以呢，有时候你刚好念念经、打坐、冥想哦，心情比较稳定。别像现在这样，没事拿那个拐杖就敲桌子啊，敲了一个洞一个洞，拐杖还打断了，还打到徐巧芯。我们看一下。点名蓝营日前违法表决，民进党立委轮班在议场前48小时不断电直播，要夜宿议场，电风躺椅全出笼。国民党专播啊，太屌了。此事从轮班等周五议场开门到近来党团频繁假动，让自家立委王世坚有意见。中常会上又抱怨，很多区域立委一整天都在立法院，压力很大，不要把我们当幼稚园那样，每个小时点名一次，再度剑指柯建铭。不过总统不以为然，一句在中常会不要讨论这些事就带过，似乎也在力挺柯建铭。这是管里面的问题，不予点名他跑光光，这是假动的。我们甚至是连党团会议要签到了，只有他一个不来党团会议签到。我是拜托他，大家团结。如果真的有事，只要电话一通知，1-2分钟就会进到大议事厅了嘛。所以我认为不必要每个小时签到。那每个小时签到，那我们就像小学生，那要不要检查看指甲有没有剪啊，手帕有没有戴？
隔了一天还是很气，不过让王世坚不满的恐怕还有柯建铭这回应。你怎么知道？有人直播上？我王世坚如果有泄露或录音，那我退出政治啊！昨天晚上我已经电话跟他讲清楚啊。确实，消息走漏不是王世坚，不过这2人电话聊了什么也引关注。我跟王世坚沟通过了，当然要点名，要签到嘛，也不是在见缝插针，其他都不是在问。但或许最想要2人闭嘴的，不是别人，正是兼任党魁的赖总统。哇，这个民进党假装每个小时要去签名了，真的很严格，怕你中间跑了啊。嘉义，你那时候在立法院有这样吗？我们那一届因为是立委是多数，所以比较没有这么严格。但这一届确实是非常的战战兢兢，整个就是一个战斗式的一个立委嘛。所以委员会通常我们质询完就可以离开，或者是去跑选区。但是现在这一届是委员会都要每个小时签到。那大家也知道，立法院25是院会，134委员会，那变成立委都要随时的待在立法院。那对区立委当然会有压力，因为毕竟选区还是有很多事务必须要去处理。那王世坚也是党内非常资深的、有资历的政治前辈。相较于过去他在立法院跟现在，我相信那个落差，他会觉得说，以前也没有这样哦，或者是以前在台北市议会也没有这样，那为什么到了立法院现在会是这样？那我觉得柯总召的心情，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现在立法院真的每天随时的变化也都非常的快，那整个议事的攻防，如果大家没有在团结在一起的话，也很容易让选民觉得说，他投票你们没有全部到齐哦，等等，也会被人家做文章。那国民党就一盘散沙习惯了嘛，不管是大罢免或是投票，反正他们不要不进。但是民进党无论是做什么就要像什么，所以我想对自己要求严格，也是对选民负责。那真宇，其实我觉得看到这个画面，真的让人家不禁想说，赖清德执政到底有多无能啊？连立法院你都可以放任他们这样子闹哄哄的这样下去，不好意思，我说的一个最直接的，之前在台北市发生的凯案，请问一下立法院哪一位委员？你们现在在那边大罢免大成功，请问一下你们哪个委员在关心虐儿虐童的事件呢？还可以大辣辣的直接跟人家说，凌虐可能不构成伤害，这可是民进党委员说出来的话啊。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啊，现在人民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但是现在整个立法院里面，民进党团是带头闹哄哄，还带头破坏公务，还带头叫全国人民要因为你的拐杖断掉，自己打断掉，叫全国人民愤怒。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我不好意思哦，我也说的比较直接了，一个不分区的立法委员，然后去钳制地方。选区立法委员两边没有办法达成共识，请问一下立法院党团到底发生什么事？民进党的上上下下难道除了大罢免之外没有别的事了吗？整个国家的运作，你们没有办法国家运作，你们却有办法大罢免，你觉得这人民看待会是什么样子？那不好意思，我再提一个我必须坦白讲，今天说直接一点现在民进党搞大罢免，就是在跟你们玩资源战，跟所有的在野阵营在玩资源战。他的目的就是要消耗你敌人的资源啊。我们也说直接一点，在民进党执政的状态之下，你国民党党产被收回去了，现在他就跟你用国家机器跟你往你们国民党所有的地区委员，所以你现在看得出来，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转移，各位注意了，转移他执政不利的作为，让大家全部 focus 在大罢免，完全不去看整个现在赖清德从520上任到现在没有任何作为的一个状态之下。民进党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他们在啃食自己的大脑，在权力饥渴的情况下面，他开始吃自己的大脑。把过去呢自己曾经当作信仰一样非常神圣高举的，也曾经让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曾经呢在整个民进党在整个党外崛起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名呢所发动的许多的政治运动，我们即使不是前呼后拥的，没有积极的参与政治活动，可是那些的信念呢，都在我们的笔下、嘴下都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相信那个是台湾应该要走的路。可是民进党现在在做的是，在权力焦虑的情况之下，各种的胡言乱语，以及许多的
把政治、把这种呢街头的或者言论当中的极端表态，当作是个人侧身庙堂之上终南捷径的，许多在过去我还小有肯定的、小有敬意的学者专家们，我现在才发现，原来他们真的是跳梁小丑。好，现在呢，民进党以大罢免之名，我记得2个礼拜之前的时候，当赖清德祭出赖17条的时候，我很直觉的说，我认为赖17条就只是大罢免的起手式，就是要把所有的大罢免呢定调在所谓的反中，在对于呢两岸关系的再一次的很激进的表态上面。你看到从赖17条之后，台湾的整个的社会气氛呢，快速的恶化。所有呢过去我们所追求的信念呢，今天呢都遭遇到呢自己的否定。但是这一次的大罢免，既然已经大罢免都开始了，那大家也不要呢期待呢再去呼吁民进党谁要踩刹车，谁要自律，都不必了，就认真面对吧。同样的时间，我个人。我认为台湾今天所做的事情也没啥稀奇的。韩国、菲律宾、台湾以及呢最近呢这个礼拜时间，你看到的土耳其、塞尔维亚呢所发生的动乱的事件，它有相同的逻辑。这几个国家或是地区，包括台湾在内，都是美国政府过去它的 DEI 长时间。在清查呢美国的国际发展署的资金的时候，这几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呢，都是高度被这些资金渗透的。当你看到沈伯洋呢是拿美国钱的，当你看到的连台湾的事实查核中心都需要拿美国钱，台湾的许多的道貌岸然、化妆化得很漂亮的这些呢公民团体都拿美国钱。你认为这些的背后的所有的力量的发动，过去呢，你把他们呢当作是呢多么的神圣高不可攀的，只除了跟随以外，几乎不敢质疑任何的声音。你如果认知到它背后呢是有美国强大的美国的个人的利益跟资金呢在背后运作。今天川普上来了之后呢，完全走到了另外的一个反面的对立面。但是我提醒民进党。在昨天，韩国的政局呢开始出现了比较的明显的转变。李在明的2审是判无罪的，尹锡悦的弹劾案很可能会通过。再过1个多月了之后呢，就看到菲律宾的选举的投票，小马可是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如果国会的选举他输了，小马可是呢基本上面的政治走到半路，大概也快结束，下一个就台湾了。现在的颜色革命又开始了，台湾的这一波的大罢免。讲大罢免太好听了，就是呢，台湾版的颜色革命开始了。台湾的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关注呢，台湾未来长远发展的，不需要呢焦灼在两岸一些个别事件，什么雅雅啦、欧桂芝老师等等，那些都不是重点。台湾的颜色革命开始了。面对颜色革命，如果你不能够做出一个很清楚的判断，所有被颜色革命过的地方的下场，你都已经知道了。谢谢回来。好，那么柯建铭现在立法院呢，哇，这个一夫当关啊，在那边反正又敲桌子又打拐杖哈。那这个他说呢，朝野要协商啊，周恩来要移送是民进党团啊。那另外呢，这个韩国瑜说你这把耳边叫我耳朵不舒服，黄国昌叫就没事，他可以叫，我们不能叫，我们叫你就不舒服啊。那柯建铭说呢，韩国瑜要畏罪潜逃。为什么呢？因为立法院已经赤化了，全部立法委员都在卖台。他讲当是蓝委白委，不是讲他绿委都在卖台哦。那另外呢，徐巧芯说被打伤嘛，一大块欧餐要验告，要验伤要告。柯建铭说，我只有把桌子弄坏了，你拿打伤你啊？你做伪证是要关的。那徐巧芯到台大医院验伤啊，那已经是真正的什么叫伪证了哈？那另外呢，黄国昌说：“我吓死了，因为呢，这个砸破韩国瑜桌上的杯子，而且呢，烟灰缸可能也倒了，满桌都是烟蒂，到底谁抽的啊？”黄国昌我吓坏了，到底怎么回事啊？那难道呢，柯建铭在立法院要耍流氓吗？到底怎么回事啊？那烟到底是你抽的还是别人抽的？另外呢，陈昭之说，
他以为他要去敲韩院长，哦，柯建铭显然已经失控了，他拿着拐杖到处敲，哦，当时有情绪完全失控的情况，而且民进党没有人阻止他，柯建铭旁边阻止他，忙好，稍微忍耐，没有人阻止他，让他在那边发飙哈。那另外呢，柯建铭说，蓝白现在呢，接下来要修工会法，让警消可以罢工，警消罢工，在台湾就会制造动乱。中国就会以反分裂法说呢，台湾是内政问题啊，就占领台湾，这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整套策略。那书记官工会的代表叫吴国胜，就说柯建铭跟吴思瑶没有读书，我可以原谅啊，哦，那叫他们读书，不如叫他们用鼻子吃鳝鱼啊，哦，吃意面啊。但是呢，沈波阳好意思吗？沈波阳不是大学当过老师吗？对不对？大学老师也可以适用工会法。中小学的也适用工会法，请问有没有因为他们适用工会法就可以罢工呢？然后就受到中共的控制呢？哦，而且他当时写的书不就是天天嚷的哦，就是呢要废除总统府啦，行政院的禁制区不就是他吗？痛干妨碍公务罪的不就是他吗？怎么当了立委后就忘了这一点呢？看一下，开个门。处长，你在哪里？所以秘书长人嘞，26号下午，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办公室门前，民党立委成群结队，强调他们绝对无意威胁。我们没有要造成他不敢回来上班的这个意图，没有，我们只是想跟他请教一些议事规则。这社会不是安尼处理代志的吧？绿营立委口中要拜托秘书长处理的事情，就是26号晚间这项决议。本案逕付二读。不满反废死、反建两公投夜袭闯关，民党主张会议无效，更在议场门口把帐篷搭好，就等周五院会时间一到。我们已经开始排班，而且也机动调班。周五院会在排定议程的那一个机会，民进党团一定要抢先递案。时间超过开会有准上，你是配3个囡仔呀？周万来就是周乱来。你自己写的书，对，站哪一上？气得把书怒砸在地。立法院已经释法了，韩国瑜无法无天，周万来就是周乱来，沆瀣气，所有的立法院的议事人员全部沆瀣气，和蓝白在内配合，积极卖台，有人要去找韩国瑜，韩国既然不见了，直播间潜逃吗？韩国瑜，你没有头发，但是上面还有天。没有，你不可能无法无天。我觉得柯总召这个高龄73岁还这么有精神跟活力，真的很令我们年轻人汗颜。那当然，柯总召经历过很多大风大雨，所以他也知道说现在立法院的状况跟以前不一样。那当然，他心急如焚，在忧心之下，难免就是会比较就是表现出大家觉得说，比较跟平常不一样的状况。那大家也要多体谅啦，因为毕竟现在立法院的生态确实，对柯总召来讲，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种感慨，确实是非常的深。那你如果看那个影片，他也不是刻意要拿那个拐杖去攻击任何人，他只是要表达他的不满，结果没想到拐杖就断了，然后不小心就弹到徐巧芯的手，这样子，大概画面看起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一直在去围绕在柯总召个人，因为毕竟他年事已高，那表达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或者是在这个议场里面所的行为，我相信都是一个对于台湾未来忧心的一个表现。佩君，嘉瑜实在是变得蛮辛苦的。照这个逻辑，如果可通的话，以后比照柯总召一样年纪，我人人配一把拐杖，看哪里不顺眼，法案不过我就往谁身上敲，是这样吗？民进党的立委要把自己活得像只猴子，我没有意见哦，但是请不要这样子羞辱中华民国立法院。王世坚说，王世坚过去人家称他是民进党的良心，不是正好就是因为他不对民进党的要求照单全收吗？他刚刚讲了，他反对假动每个小时点名，请问这个民进党的立委是在选区服务重要，还是每个小时总召叫的时候你要答右重要？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民进党基本上要的是政权，不是脸，已经到此已经很明白了。那各种资源站出来，泼粪站出来，
我们上一段讨论那个他对民意代表寄出30%责任额这一件事情，其实已经呈现出一个真实的现象，就是罢免第一阶段风风火火的过了，可是第二阶段他们同温层能洗的都已经洗的差不多了，所以他要激化对立、激化仇恨，把所有罢免的能量催出来，所以用的就是泼粪大战了。我个人现在上个星期也是一个受害者，我在友台讲说我谴责暴力，因为主持人问我说这个罢王宏威的现场有志工被打，而且对方一边打人还一边喊我是中国人，问我怎么看。我说我谴责暴力啊，而且是不是反串都还不知道，就是谴责暴力，没有第二句话。结果我一觉醒来之后，青鸟发文说，我说那个被打的是不是反串还不知道。那友台政论接着下标说，钟佩君说被打的人是自导自演。再往下，民进党的这个名嘴就说我应该要公开道歉。所以短短的1天之内，我就从谴责暴力的人变成要公开道歉的人。这个移花接木功力之厉害哦，所以我确实有思考说，那我是不是要减少曝光，减少被这种做文章、被泼粪的机会？可是再一想，不对啊！如果这样不就正中他们的下怀？大家都不敢讲话的时候，就是民进党最称心如意的时候。这是我们要的未来吗？这是多数执政要的、应该负的责任吗？我想大家看到说，立法院现在3党不过半之后，陷入一片混乱。但这个混乱到底是谁造成的？包括说这边讲开会无效等等的。我想，这是开会最重要的就是主席嘛，主席只有说休息，没有说宣布散会，没有宣布散会就全部人都跑光了。到底算谁的责任？哦，所以这个真理在这边，那他们现在又在排队准备，我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事，他们可能又要占领主席台或怎么样。但是不要忘记，民进党你们现在是执政党啊，你把这个种子群往后拖，把说一层往后拖，我不知道到底这个国家要怎么施政。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些乱象也真的是源自于所谓大罢免而来，它就是要制造对立、制造冲突，有利于后续可能收联署说后续选举的时候的操作。但是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讲，柯建铭总召高龄73岁，我们都尊重你作为一个长辈，所以你拄拐杖进议场的时候，大家也没有阻止你。但是当他变成凶器的时候，我们就要问：那下一次你这样拿拐杖乱敲，表示你不需要拄拐杖，那这东西还适合吗？来，文志。柯建铭是我们立法院现在最资深的立委啦，所以我们一开始院长还没选出来的时候，是他当主席啊。像美国国会都是很重视资深国会议员，我想美国人也很难想象，他们最资深的国会议员在立法院拿来拐杖乱敲啊，平常不来开会啊，然后不然就随便乱辱骂别人啊，我觉得这非常荒谬啦。那现在不是国民党立委指出柯建铭的问题，都是民进党的立委指出柯建铭的问题。譬如说王世坚说柯建铭应该要做精神鉴定，王定宇说柯建铭要有认知的问题，然后现在邱志伟说叫柯建铭要打坐，因为他不然心情不好。真的，柯建铭要听你们的同事的话，因为他比较了解你啦。然后还有他最近讲话越来越夸张，他居然骂徐小青，说徐小青什么他的伤是揉出来的。我昨天有看到徐小青，他的手真的蛮严重。那好啊，我退一万步讲啊，就算那个是被揉出来，他也不是伪证罪啊，他是要告你，他也不是证人。然后另外他说那个郑前侵占，你那个东西如果没有收起来的话，你搞不好拿去丢韩国瑜，所以这个东西一个叫侵占，我觉得他已经乱七八糟讲话到一个很夸张的地步了。我以为到2025年的整个立法院呢，我们应该是要用就是数人头的方式，而不是数拳头。以前是数拳头，现在还要数拐杖啊，看他断了几节啊。那我觉得最后啦，其实如果今天柯建铭他就要用大动员的方式，其实坦白讲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民进党主席的意思，还有我们执政党总统的意思，看得出来柯建铭就是在怎么讲效忠他的意志啊。因为高嘉瑜刚刚讲那一段的时候不会笑场，我给他高度的肯定，那真的是不容易啊。我觉得大部分的观众或者民众在看待政治人物发言的时候啊，判断他们呢睁眼说瞎话的本事啊。